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独处咖啡屋。今天这期要分享的内容是，这是我见过最会穿的阿姨，发卷而不俗，不穿老年装，日常又减龄。希望你喜欢，订阅支持。很多姐妹会担心，上了年纪之后，发型和穿搭是不是就只能保守简单？其实不然，像小苏阿姨这样的中年女性，日常并没有刻意追求所谓年轻态，也没有一味迎合流行，却能凭借得体自然的造型，展现出令人赞叹的优雅与气质。她的穿搭没有夸张的花哨，却有细节的讲究。她的发型不过分张扬，却自带精神与亲和感。这种恰到好处的打扮方式，正是我们中年女性最值得学习的风格，松弛而不松散，舒适却不失精致。接下来，我们就从发型与穿衣两方面出发，一起看看中年女人如何通过小小改变，让自己看起来更加得体、精神、优雅。一、发型篇。一、发卷而不俗。很多人常听到一句话，年纪大了的女人烫卷发容易显老，甚至被戏称为大妈卷。这让不少有烫发想法的姐妹犹豫不决，担心一不小心就失了气质。其实关键不在于烫不烫，而在于怎么烫。就像小苏阿姨的卷发，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示范。她的发型弧度自然，不密集，没有夸张的造型，整体呈现出一种松弛而柔和的状态。她也没有为了追求所谓的减龄而染各种亮色，而是保留了本真的发色。这样的发型不仅看起来蓬松有致，还恰到好处地修饰了脸型，显得头发丰盈而不突兀，仿佛为她量身打造一般。尤其是她大方地露出额头，整个人显得格外精神，有亲和力，温婉中又带着从容与自信，仿佛岁月静好的模样在她身上悄然绽放。这样的卷发不仅没有显老，反而让人感受到一种沉稳且得体的美。二、中老年如何挑选合适的发型。一看脸型，如果你的脸型和小苏阿姨一样，是比较圆的，那就不要选择那种贴头皮的发型，就比如说长直发，选择有蓬松感的发型会更好。可以在发型烫一些弧度，也可以选择全头卷发，这样就可以和圆脸相呼应，营造一种头包脸的感觉。如果你的脸棱角分明，那你就要避免棱角分明的短发，比如齐刷刷的齐耳短发，容易显得脸更方。我们可以试一下那种自然卷或者是大波浪的中长发，在脸颊两侧的头发可以让它贴在脸颊边，这样可以中和面部的硬朗感。二、看发质。到了夏天，我们的头发都比较容易显得油腻，要是头发容易出油、贴头皮的姐妹，那你就要注意了，千万别留太长的头发，因为真的太容易显油了，看上去有种邋遢的感觉。你不如剪个齐肩短发，或者是直接盘起来，清爽又省事。如果你是那种沙发发质，那就不要烫小卷，很容易变成爆炸头，不如直接留直发，洗完头抹点护发精油，柔顺也利落。二、穿衣篇。选对了发型之后，我们就来说今天的重点，就是不穿老年装。你看小苏阿姨，她选择的衣服根本不会是那种印着大又密集、颜色鲜艳的印花老年装，她选择的都是一些很普通，我们每天都能穿上的衣服，穿出一种舒服、时髦的感觉。一、多穿基础款。日常穿搭中，基础款无疑是最值得信赖的选择。小苏阿姨的穿衣之道，正是建立在对基础款的巧妙运用上。她没有复杂的叠穿和繁复的图案，而是凭借简约的单品，穿出了得体又耐看的风格。
像是一件普通的白色 T 恤，看似简单，却能在它的搭配下展现出多样的变化。例如搭配一条米白色阔腿裤，整个人看起来清爽大方，舒适又减龄。又或者外搭一件浅卡其色的新中式上衣，瞬间增添几分知性与优雅，同时还能提亮气色，衬得整个人神采奕奕。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，学会利用基础款去组合搭配，不仅实用耐看，还能减少不必要的购物开销。真正的好衣品从来不是靠数量堆砌，而是懂得用心挑选与自身气质相契合的单品，让衣橱里的每一件衣服都穿得其所，物尽其用。2. 穿松不穿紧。到了一定年纪，我们的身材难免会有些变化。小苏阿姨特别懂这个道理，所以她的衣服都是宽松舒适的，从来不会穿紧身的款式。毕竟衣服是为人服务的，穿得舒服比什么都重要。紧绷绷的衣服不仅勒得慌，还容易暴露身材缺点，看着多别扭。不过穿松也不是说要穿得像麻袋一样，还是要有个度。它的宽松衣服都会在肩膀、腰围这些地方稍微合身一点，不会显得邋里邋遢。比如夏天的时候，她喜欢穿宽松的棉麻连衣裙，长度到膝盖下面一点，面料轻薄透气，风一吹特别舒服。这种裙子不挑身材，不管是胖一点还是瘦一点的姐妹都能穿，配双平底凉鞋，去买菜、跳广场舞都合适，看着比穿紧身裙的人精神多了。当我们过了50岁，许多人会不自觉地对年龄产生焦虑，仿佛到了这个年纪，穿衣就只能追求遮掩与低调，不能再谈风格与气质。然而，正如小苏阿姨的穿搭所展现的那样，优雅与美从来不被年龄限制，反而因为阅历的沉淀而更加迷人。这个阶段的我们，早已不再迷恋花哨的流行元素，也不会轻易被潮流左右。我们更看重穿衣的质感与舒适，讲究整体的和谐与气场的呈现，合适的发型、合体的版型、舒适的材质、协调的色彩，这些看似简单的细节组合在一起，便能轻松打造出一种岁月静好的美。有些人觉得变老是女性魅力的终点，但其实只要你懂得用合适的穿搭方式来取悦自己，表达自我，每一个阶段的你都可以活得自信而美丽。50岁之后，女人的美不再是张扬的炫技，而是润物细无声的沉稳，是无需言说的体面。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50加女性的逆龄穿搭密码，掌握3个核心技巧，让优雅成为一种日常，让气质不因年龄而打折。穿得对，你自然就美得不动声色。1. 选对颜色，减龄提气色。很多人显老，问题往往出在颜色选择上，高饱和度的亮粉色，大面积暗沉的黑色，或是与肤色相近的卡其色，稍不注意就会显得又土又没精神。50加女性选色要记住2个核心原则：提亮肤色和降低饱和度。鲜艳色容易暴露肤色暗沉，强行装嫩反而显尴尬。纯黑色全身穿会压气色，尤其夏天容易显得沉闷压抑。卡其色如果面料没质感，穿起来像裹了块抹布，瞬间显老10岁。相比之下，更推荐大家尝试基础色和流行色结合的方式，搭配的服饰以低饱和度为主体，看起来会更加耐看。如果不知道如何搭配，可以尝试成套的同色系穿搭，比如一身白的穿搭堪称懒人显白神器，白色自带反光板属性，全身同色的搭配能在视觉上形成连贯的提亮效果。
暗沉肤色也能衬得通透有光泽。不过想要穿好一身白，也要注意层次与质感，选择剪裁合身的衣服，加入适度露肤，会显得没那么单调。2. 讲究质感，穿出好气质。衣服的质感直接决定了整体气质。有些衣服看着便宜，但穿几次就起球变形，再好看的款式也会显得廉价。这个年纪选衣服，一定要舍得在面料上投资，真丝滑溜溜的触感，自带光泽感，棉麻透气亲肤，适合夏天。一定不要为了节省资金故意买便宜的衣服，衣服的质量不好，很容易拉低你的气质哦。除了面料，细节也很重要。衣服的走线是否工整，纽扣是否牢固，袖口领口是否容易变形，这些小地方最能看出品质。宁可少买几件，也要选能穿很久的经典款，再搭配丝巾、珍珠项链等配饰，精致感自然就出来了。3. 掌握配饰技巧，简约却不简单。说到提升穿搭时尚感，配饰绝对是4两拨千斤的关键。50加女性驾驭配饰的精髓在于少而精，用简约单品打造记忆点，避免过度堆砌，反而显得累赘。比如一条波点丝巾随意绕在脖颈间，或是系在手提包手柄上，瞬间为基础款穿搭注入优雅灵魂。珍珠元素更是永不过时的选择，小巧的珍珠耳钉、细链条珍珠项链，能让普通的白衬衫、牛仔裤搭配立刻显贵3分。金属配饰则建议选择哑光质感的款式，如磨砂银手镯、金戒指，叠戴1到2件点缀指尖或手腕，低调中透着品味。配饰与服装的搭配，本质上是一场无声的风格呼应。如果你随便搭配，风格冲突，配饰就是减分的存在。搭配之前，大家一定要对自身进行风格定位，让配饰与服装彼此呼应，相辅相成。比如休闲风搭配中，戴棒球帽、背帆布包就显得很协调。年纪从不是变丑的理由，真正让人老香的，往往是穿错衣、梳错发、妆容太厚重，还有配饰堆砌太过。很多中年女性一味追求装年轻，却反而陷入越打扮越显老的误区。明明想变得更有气质，结果却画虎不成反类犬。虽然审美是多元化的，但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，这样的穿衣打扮还是稍显传统与刻板了，不仅与周遭环境格格不入，打扮出来的效果也只有一股廉价的精致土，显老显俗没品味，甚至还给人一种用力过猛的油腻感。其实打扮从来不是年轻人的专利，只要方向对、方法对，中年女人也能穿出优雅从容，活出最美的状态。这期咖啡屋我们就来聊聊中年女人最容易中招的显老穿搭4件套，以及真正适合自己的优雅转型路线。1. 中年女人越打扮越显老的4件套，快看你有没有中招。中年女性的优雅从来不只是外表，更是一种沉淀后的气质与从容，而穿搭正是我们展现气质、提升自我形象的重要方式。俗话说3分天生，7分打扮。随着年龄增长，容貌差异逐渐缩小，如何穿出风格、穿出气场，就成了我们在同龄人中脱颖而出的关键。不过，想要通过穿搭加分，首先要避开一些容易让人减分的误区。这些搭配并非错在年龄，而是容易遮掩原本的美感，甚至让气质打折。1. 过度蓬松的大卷发造型。很多女性到了中年会选择将头发剪短，以减少打理难度，也迎合了气质上的沉稳。但短发并不意味着要选择膨胀感强的大卷造型，
过于外扩的炸卷容易让头部显得大，脸型轮廓变宽，不仅没修饰到五官，反而削弱了整体的精致感。2、款式过于花哨的印花裙。年轻的时候拥有一条花裙子，应该是很多中年妈妈们的梦想。少女时期无法实现的着装需求，待到年老后，肯定要补足了劲儿地补偿自己。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提起中国大妈，脑海里便自动浮现出10人9个花的印象。为什么中国大妈穿花裙子会被抨击？其实很大的原因就出在她们的审美上。花裙子本身是一件优雅而浪漫的单品，但前提是要选对款式。中年大妈们穿的花裙子要么过于艳俗，要么过于老气，实在让人审美无能。常见的有2款，一是以高饱和度颜色为底色叠加密集繁复图案的碎花裙，这样的裙子吸睛度高，放在人群当中一眼就能被注意到，但由于色彩和图案过于突出，很容易盖过人本身的气质，显得杂乱刺眼，甚至衬得人脸色暗沉，轮廓模糊。2是以暗红、暗紫、暗棕等深色为底色，叠加龙凤图案、花草图案，透露着一股子老人味的老年裙。这类裙子底色偏暗沉，再配上传统的刻板图案，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老年人专属穿搭，穿在身上不仅不美观，还很容易放大我们的年龄感，视觉显老10岁不止。3、用力过猛的遮瑕妆容。精致的妆容确实能提升精神面貌，但过于厚重的底妆往往适得其反。不少女性为了遮盖瑕疵而用粉遮面，结果非但不能修饰，反而加深了纹理、卡粉，显得生硬不自然。适度轻盈的妆面更能展现肤质的柔和感，也更贴合中年女性的温润气质。4、配饰堆砌过度，掩盖了气质本身。配饰应是整体穿搭的点睛之笔，而非喧宾夺主的堆叠。有些女性仍习惯在穿搭中加入大量夸张、廉价感强的饰品，像是塑料手串、大印花丝巾、轻薄帽饰等。虽然想要增加层次，却容易让整体造型显得杂乱，失去重点。简约且有质感的配饰，往往更能衬托出中年女性的稳重与优雅。2、属于中年女人的正确打扮思路，简约却不简单。1、发型要么盘发，要么日系短发。女性到了中老年，肯定无法避免脱发、掉发、发质变差等问题。但面对这些问题，我们也并非要从大流去选择剪短烫卷，换个思路提升一下我们的审美，或许效果会更好。比如说用盘发来彰显我们的成熟大气质感，或者用日系短发来塑造活泼减龄的轻盈气质，都是比烫大妈卷更好的选择。2、穿搭以合身为前提，突出利落线条。有句话叫做身材不够，版型来凑。年纪增长也会给我们带来很多身材上的烦恼，比如说发福长胖、赘肉变多等等。面对身材上的缺点，我们在穿搭的时候就要尤其注意，不要过紧，也不要过松，最好以合身为前提，用恰到好处的服装版型赋予我们更加利落的线条感。在配色方面要做减法，用质感面料加分，颜色选对，年轻10岁；颜色选错，年龄加倍。色彩作为服装呈现出来的第一视觉语言，对我们的形象气质与视觉年龄都有着不小的影响。想要肉眼看上去更加年轻，就一定要遵循2个法则：一是降低饱和度，2是色不过3，切勿杂乱。配色做减法，服装质感做加法，才能最大化地还原我们本身的优雅气质。在配饰方面，精简配饰，
突出点睛而非堆砌。女人如花，配饰就如同绿叶，可以将我们衬托得更加娇艳欲滴，但绿叶不宜过多，一至2处即可。重点在于点睛而非堆砌。此外，买10件廉价配饰都不如买一件质感好点的配饰。就拿丝巾举例，廉价丝巾不仅会破坏我们整体的形象，还会极大程度地拉低我们的个人形象档次。3. 妆容，淡妆为主，日常即可。中老年女性由于面部皮肤松弛、平整度不高等原因，其实并不适合化浓妆，最好顺着面部纹路来化淡妆，适当的修饰反而比过度的遮掩美化效果更佳。注意底妆契合肤色，不要过于假面，底妆一定要选择自然色，符合我们肤色的底妆才不会给人带来太强的假面感。切忌过白或者过灰，那样会让我们的形象显得病态。配色要和谐统一，脸上切勿花花绿绿。化妆其实也是一门艺术，它相当于要用各种色彩来在我们的面部作画。要是颜色用得杂，铺得乱，就像调色盘打翻在脸上，不仅不精致，反而显得滑稽厚重。3. 想要彻底摆脱油腻大妈感，还得做到以下3点。1. 多运动，保持健康匀称的身材。除了穿搭以外，身材发福其实也是造成我们形象变得油腻的原因之一。背薄1寸，年轻10岁。多加运动不仅可以让我们的身姿变得更加纤细，具有少女感，还能够让我们的体态变得更加轻盈，身体变得更加健康。2. 多护肤，维持清爽通透的肤质。都说女人对外呈现出来的最佳名片就是她的皮肤状态，此话确实不假。白皙透嫩的肌肤，一看就是气色好、会保养的样子，哪怕不施粉黛，也透着一股干净清爽的劲儿，自带高级感。反观那些粗糙暗沉、泛油光的皮肤，就算化再厚的妆也盖不住倦态，油腻又老气。3. 修炼舒展体态，提升气质气场。女子之美，仪态为先。身体变得轻盈之后，我们还要注意修炼我们的体态。含胸驼背，脖子前倾，哪怕穿得再精致，也会显得没精神，气场弱。而身姿挺拔，肩膀舒展的人，哪怕穿着简单的基础款，也自带从容大气风范。当我们迈入中年，真正的优雅不再是追求潮流的表面繁华，而是从容地接纳自己，审美地表达自己。从发型到穿搭，从妆容到配饰，每一处的细节都透露着一个女人对生活的态度与对自我的尊重。真正有魅力的中年女性，不是刻意去隐藏年龄，而是在岁月的洗练中依旧保持清晰的审美判断与温润的自我表达。她们不再讨好谁，而是懂得为自己而活，不急不躁，不争不抢，自信中透着松弛，优雅中藏着锋芒。请记住，年龄从来不是束缚，而是沉淀智慧的礼物。越到后来，越要活出自己的风格与气场。穿对了，打理好了，就算年过半百，也可以活得鲜活动人，自带光芒。愿每一位中年女性都能在日常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美感秩序，活成一道温柔而坚定的风景线。好了，这期咖啡屋到此就分享完了。如果内容对你有所帮助，麻烦你订阅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。欢迎留言和投稿，在咖啡屋与我们一起学习别人的最好，遇见更好的自己。我们下期节目见。